生常被问，睡前喝豆浆真的对肌肉有帮助吗？年纪大了还能靠豆浆养腿吗？这问题其实我听过不止一次，尤其是对许多走路开始无力、膝盖容易酸软的长辈来说，常常会在问诊时焦虑地问，是不是肌肉开始流失了？是不是吃什么可以补得回来？答案是肯定的。许多研究都指出，蛋白质是中老年人预防肌少症、增强腿力的关键营养素，而豆浆正是一种方便取得、温和吸收的植物性蛋白来源。如果喝得对，不只对肌肉修复有帮助，还能安稳入睡，减少抽筋。但问题就在于，很多人喝错了时间或是方式不对，结果不但没效果，反而觉得肚子胀、睡不好，甚至拉肚子。今天我就以医生的角度来带大家好好认识一下这杯看起来平凡却对肌肉和腿力大有帮助的饮品——豆浆。本支影片会从3个重点来和您说明。第一，豆浆里面到底有哪些对肌肉保养有益的营养成分？第二，什么时候喝最合适？是不是晚上睡前最有效？第三，哪些人要特别小心喝法？什么体质、什么状况下喝豆浆反而可能造成反效果？当然，除了科学解释，我也会分享一套简单又实用的温豆浆护腿喝法，让您回家就能马上试试看。在进入正题之前，我也想邀请您在留言区留下一个数字，跟我们互动一下。如果您曾经在晚上喝过豆浆，或已经有这个习惯，欢迎留言1。如果您从来没试过，但今天看完影片想尝试看看，也欢迎打0。你也可以分享自己的经历，喝豆浆之后有没有觉得腿比较有力，晚上比较好睡，或是有遇到什么状况我们没提到的，也可以留言告诉我们。这些分享不只对我们很有帮助，也可能会鼓励其他观众开始更重视日常的养肌保健。有时候一杯温豆浆就是从走不稳走向再爬一次山的第一步。豆浆之所以被认为是中老年人护肌圣品，关键就在它的蛋白质。很多人以为只有肉类或蛋类才有蛋白质，其实豆类中的植物蛋白也是一种非常优质又温和的蛋白来源。尤其是黄豆制成的豆浆，它所含的蛋白质不仅吸收率高，而且比较不会像动物性蛋白那样造成肠胃负担。对年纪大一点的朋友来说，最大的风险之一就是肌肉量在不知不觉中流失，这就是我们常说的肌少症。这不是突然发生的，而是每天在不知不觉中肌肉一点一滴的减少。直到哪一天您发现自己走路开始不稳，站起来费力，甚至上下楼梯都觉得吃力，那就已经是明显的征兆了。而睡觉这段时间正是身体修复组织生成新肌肉最活跃的时段，也就是说，如果在睡前补充适量的优质蛋白，就等于是提供身体建筑材料，让身体可以在夜里默默修复，增强肌力。豆浆除了有蛋白质，还有钙、镁、钾，这些对肌肉与神经传导非常有帮助的矿物质，尤其是镁，不只是可以帮助肌肉放松，还能改善晚上容易抽筋、睡不好等问题。所以说，睡前来一杯温热豆浆，不只是帮助肌肉修复，也能让身体更放松，更容易入睡。对中老年人来说，这杯豆浆的意义远远不只是解渴或暖胃而已，它其实是一种温和的保养。不过，豆浆虽好，也有一些喝法上的讲究，喝错时间、喝错方式，反而可能造成胀气、消化不良，甚至干扰睡眠。接下来我们就来聊聊睡前喝豆浆什么时候喝最刚好，干热的喝还是冰的喝，一次该喝多少？很多朋友会问我，医生，豆浆到底是睡前喝比较好，还是晚餐就要喝？喝多一点是不是更有效？其实关于豆浆的喝法，我给的建议是，不要太晚喝，也不要空腹喝，更不要冷着喝。为什么呢？我们一一来说清楚。首先，豆浆的确是适合在睡前1到2小时饮用的食物，但这睡前不是指临睡前5分钟哦。
如果你已经躺到床上了，才想到要去喝一杯，那就太晚了。那时候肠胃已经准备休息了，突然给他来一大杯豆浆，可能反而影响睡眠，甚至造成夜间起夜、肚子胀气或睡不稳。所以比较理想的时间是在晚饭后的1-2个小时，或是睡前1个小时内，肠胃还在运作时喝下去，才比较能好好消化吸收。第二个重点就是不要空腹喝豆浆，尤其是肠胃比较敏感的长辈，空腹喝豆浆有时候会感觉胃胀，甚至拉肚子。建议您在吃过一点点晚餐或有东西垫胃之后再来喝豆浆，比较温和也更舒服。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细节，豆浆要喝温的。很多人习惯买现成的冷豆浆，或者从冰箱拿出来就直接喝，这对中老年人的胃其实是一种刺激。尤其晚上天气凉，肠胃血流变慢，突然喝冰的东西反而会让肠胃蠕动变慢，导致胀气或消化不良。所以如果您是自己煮豆浆，建议放到温热再喝。如果是买现成的，也可以简单隔水加热，不要喝冰的，身体会更舒服。那喝多少才刚好呢？其实也不需要太多，一杯大约150到200毫升左右就很够了，不用喝到一整碗。喝多了不但可能增加肾脏负担，还可能让您晚上一直跑厕所，影响睡眠品质。如果担心睡前喝水会频尿，可以提前1点喝，或者配合吃一点固体食物，比如1小片全麦饼干或几颗坚果，不但能延缓修复，也让胃更舒服。总之，豆浆的喝法说复杂不复杂，但说简单也不能太随便，只要掌握几个小原则，不冰、不空腹、不临睡前，您就能喝出保养效果。接下来我们要提醒一下，有哪些人不适合喝豆浆，或者喝的时候需要特别注意的体质。不要以为豆浆对每个人都一样好，医生也有些小叮咛要说给您听。虽然豆浆是一种天然又营养的食物，但就像每一种食材一样，它也不是人人都适合。尤其是在晚上睡前这个特殊的时段，有几类朋友在喝之前必须多加留意。首先，如果您是属于肠胃容易胀气、消化较慢的人，睡前喝豆浆可能就不太合适，因为豆浆中的某些植物成分，像是谷黄糖和膳食纤维，对于肠胃比较敏感的人来说，有时候会引发胀气、肚子咕噜叫，甚至造成腹部不适。尤其如果是刚吃完较油腻或不好消化的晚餐，再加上一杯豆浆，就更容易出现这些状况。第二，如果您有严重肾功能问题，或者医生曾特别提醒要限制蛋白质摄取量，那豆浆就要谨慎饮用了。虽然植物蛋白比动物蛋白温和，但它毕竟还是蛋白质，摄取过多反而会增加肾脏负担。像是慢性肾病的患者、洗肾族群就不建议自己乱补蛋白，还是要依照营养师或医生的建议来规划比较安全。第三，如果您是属于乳糖不耐症、容易腹泻的人，虽然豆浆没有乳糖，但市售豆浆有时会添加其他成分或调味剂，也可能引发类似反应。建议您可以选择纯豆浆，甚至自己打豆浆最安心。还有一种情况就是晚上已经频繁夜尿的人，这类朋友如果在睡前喝下一整杯豆浆，可能晚上就要多跑几趟厕所，影响睡眠品质。这时候就建议您可以把豆浆的饮用时间稍微提前一点，改成晚饭后的1小时内喝，比起临睡前会更恰当。医生也想提醒，有些人喜欢把豆浆和很多补品混在一起喝，例如加枸杞、黑芝麻、蜂蜜等等。虽然听起来很滋补，但也要小心摄取过量、热量偏高或血糖波动的问题。如果您本身有糖尿病、高血脂，就不要轻易乱搭配，越单纯越安全。总而言之，豆浆是一种非常棒的营养来源，但关键在于用得对、喝得对、搭配得当，才能真正发挥护肌助眠养腿的好处。那么到底要如何把豆浆变成日常的一部分，又不增加负担呢？下一段我就来帮您做一个温馨的总结，也会教您最简单的一种豆浆养腿喝法，让您明天就能开始做。讲到这里，相信您已经对睡前喝豆浆这件事有了更完整的了解。它不是一个坊间流传的小偏方，
也不是哪个营养师的一时建议，而是有科学根据，临床上确实看到成效的护肌方式。尤其对年纪渐长、肌肉容易流失的朋友来说，每天睡前来一杯温豆浆，既能补回优质蛋白，也能帮助放松、安稳入睡，是一个简单却长期有益的小习惯。但就像我们前面说的，喝得对才有用，记得几点重点：不要空腹喝，不要太晚喝，也不要冰着喝。最理想的方式是晚餐后1小时左右，肠胃还在活动的时候，温温地喝下一杯豆浆，大约150到200毫升，不多不少，刚刚好。想要加强效果，也可以加一点点黑芝麻粉、磨碎的杏仁，或搭配几颗腰果、全麦饼干。这样不但能让豆浆的蛋白质更容易吸收，还能帮忙延长饱足感，避免夜里饿醒或低血糖。当然，每个人的体质不同，有些人肠胃敏感，容易胀气，就要特别注意加热温度与搭配食物。最重要的是，把这件事当成一种温和的长期保养，而不是1、2天见效的快速解法。如果您现在已经有睡前喝豆浆的习惯，也欢迎在留言区跟我们分享您的经验。留言打1代表我已经有在喝豆浆护肌，留言打0代表还没试过，但今天想开始试看看。也许您的分享会让另一个正为腿软、抽筋、走不稳烦恼的长辈重新燃起希望。另外，如果您想知道除了豆浆还有哪8种天然又便宜、对腿力帮助很大的护肌食物，欢迎点选下方的影片链接，回到我们的主影片90岁还能爬山，医生推荐的8种护肌神食。那支影片会一口气讲完豆浆、优格、鸡蛋、黑芝麻、乳清蛋白等等的营养关键，还有食用搭配方式，让您吃得安心，走得轻松。我们下支影片再见，祝您每天腿有劲，走得稳，睡得香，精神好。